最近几十年，道家的书出来很多，大家都乱看，这里又是密宗，那里又是道家，听了头都昏了。不晓得先天一气从虚无中来，这虚无从哪里来？怎么有个气从虚无中来？为什么称先天？先天两个字是根据易经乾卦。孔子的系传里说，先天而天福为，后天而奉天时。先天就是宇宙没有形成以前，一切万物生命还没有发生以前叫先天。宇宙万有开始生发，这个功能哪里来？生命功能又是哪里来的？是靠先天来的。所以乃至天地宇宙都没有办法违背的，生命都在这个范围以内。我们有了生命以后叫后天，这个后天的生命奉天时，既然有了有形的生命，背后有个功能，这个功能是先天来的，有一个规律，有一个法则，那是不可能违反的。譬如人生下来要1岁、2岁、30岁才到中年，不会一生下来就到30，不能跳过去。所以后天返回先天时，需要按它的步骤来的。自然界看起来是没有规律，看到这个草啊、树啊乱长，其实它一点都不乱。不规律里头有它的规律，那是后天，就是孔子在系传上提出来的先天、后天的名称。有一位禅宗的祖师傅大士，历史上都说他是弥勒菩萨的化身，儒、释、道三家都通的，也是梁武帝的国师。他有个偈子很有名，有物先天地，无形本寂寥，能为万象主，不逐40雕，就是讲这个先天。天地宇宙万有没动以前，它已经存在，它没有形象，宇宙万有都靠它生发。我们现在后天的生命是靠鼻子的呼吸维持，靠嘴巴吃万物，伤害别人来维持自己的生命。菜也有生命，吃素也杀生，现在科学已经证明了草、花、菜都有感应的。修道到了有先天一气后，就不靠后天的呼吸，不靠嘴巴了。大家修呼吸法，我经常笑你们冤枉，鼻子的呼吸是生灭法，有生有灭，有去有来，不会永远停留在那里。你专门跟这个生灭的事打交道，要想求不生不灭、长生不死之道，可能吗？工具都用错，本钱都用错。所以这个气不是鼻子里头的气，道家告诉你，先天一气不是这个气，因为这个气是一往一来生灭，它永远不停留的。有人练气功，气聚丹田，肚子大大的，自以为有道，实际上肠肥脑满，快要翘辫子了。把气鼓在这里，没有道理的。你做个气袋，然后把气打进去，叫这个气只准在一处，不准流动，那可能吗？我们人体就像是个袋子，气进来它一定四面充满，气留在一处会结块就生流了。所谓气沉丹田，真正的丹田是无形无相的，气全身都充满时，精神就好了，精气神来了，也就是先天一气。所以修道家是不用那个气，还是用我们原始这个无火之谓气。先天一气就是不呼不吸，这时候我们后天呼吸宁静了，身、心、性命都空了，没有感觉了，这时所发动的生命功能叫从虚无中来，要自己完全空到极点，清净到极点才能发生，并不是说先天一气从虚无中给你调进来，你那时本来就在虚无中，还要调进来什么？这个有形的呼吸也在虚无中啊。所以从虚无中来是看你身、心、念头空到多少，它的功能就发动多少，真空中就生出妙有来。如果空都空不了，还想求妙有，做不到的。这个先天一气是不生不灭的。刚才提傅大师这个偈子不逐40雕，它永远不生不灭。言先天一气为大丹之基也，我们一般人修道都想要修到有个东西来，可是道体本来没有东西，佛家叫它空，道家叫它清虚，是指道之体，宇宙万有都属于这个体的变化。这个观念同佛家一样，在佛家说来，一个人成佛要证的3身：法身、报身、化身。法身是体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；报身就是万象，宇宙万象各有一个报身。体是一个，变成了万有以后各有一个报身，也就是色身。化身是法身变化出来的，有千百万亿化身的不同，成佛叫做应化身等等，很多的名称，就是有一个实质的身体。道家改变了3身的名称，成为一气化3清，都是这个气的作用，变化出来就化3清。3清就是太清、
上清、玉清，这同法、报、化三身同一个道理。譬如说基督教，一切宗教最后的哲学都有点相同。所谓上帝、天父、自己、圣灵是三位一体，也是这个道理来的。至于我们后天这个生命，来来往往的是报身，要如何修道呢？必须要得到先天一气。先天一气是由道体上来，没有什么办法形容，所以叫它一气。无火之谓气，下面4点是火。先天一气不是空气的气，不像风，不像气流，勉强来讲，只能说它是个能。生命的能就是先天一气，先天一气到了才能够结丹、大丹。练气功的人把呼吸之气在身中练来练去，还有些修道的人把呼吸之气配合上意，转到身上有了感觉跳动，认为气发动了，那个并不是气发动了，同先天之气差远了。结丹成道不是这个东西，而是要先天一气才行。别的道书上说的很明白，先天一气从虚无中来。结果有人练气功拼命对住太阳，把虚无解释成虚空，从虚空观想一个气进来，一个光进来。密宗这类很多，道家也在搞这一套。那么从虚空中观想一个气进来与身心合一，是不是先天一气呢？虽然不是，但是比练身体上的感觉好一点点。我们再清楚的讲，不论佛家、道家乃至世界上各种修炼法门，都不出练气的范围。譬如说密宗的人念咒子出生念，或者念佛的人也出生念，可以念到一心不乱，也成功。但是老实讲，这些方法都是在练气，只是比练后天呼吸之气好一点，是专一的气，还没有到先天一气。譬如说有些人手窍观想，这是练神。譬如说修戒、定、慧，规规矩矩修止观，乃至修白骨观，修各种观，各种道家的功夫都是炼精。这些方法对不对呢？都不对，但是也都对。锻炼身体祛病延年是有些效果，其实连运动都有效果，打拳也好，跑步也好，都是在练气，这都是有形的。但是结丹不是这个，不过同这些炼精、练气、练神的练法都有密切的关联，偏向于任何一点都不对，能够融会贯通起来都对。先天一气从虚无中来，并不是从虚空中来，要注意啊，你心念越空的调，身体的感觉、知觉越清净越放得下，慢慢这个先天一气自然发动。所以先天一气从虚无中来，你要修通气脉，转变色身，并不是做什么稀奇古怪功夫。所以先天一气到了，为大丹之基也，就可以结丹了，这是疗命的第一步。所以先天一气要搞清楚，先天一气从哪里来？从虚无中来，越空越有。在佛学讲真空妙有，妙有真空，也叫做性空缘起，缘起性空。先天这2个字要注意，什么叫先天？孔子解释易经乾卦，我们提到过的，先天而天福为，后天而奉天时，这个天地是没有办法违背的，那个本体的力量叫先天。我们现在的生命及一切的万有都算后天。先天没有一切，本来无一物。后天呢，奉天时，要顺应自然，本体功能的规范不能违背。太阳一定从东边上西边下，每天一定是上午、中午、下午，各有不同。先天一气从虚无中来，你越空得了，身心感觉越放得开，越接近于先天，这个时候就有真的气来。这个不能叫它一气，老子里头很少用这个字，而是说有物混成。先天地生，这个东西不是自然科学物质的东西，它有股力量，无形无相，在佛学叫做业力。业力不一定是坏的，成佛成仙是善业修成功的力量，一切凡夫众生是因为恶业力量，所以在六道轮回受报应。学佛修道也在造业，造的是善业，绝对的善业才能成功。当这股力量来了，真空中生出妙有，但是就算你先天一气来了，一般人没有佛家所谓戒、定、慧的修持，也是徒然。普通人先天一气从昏沉中来，你睡够了醒来的时候，将醒未醒之间，它来了。你不觉得一来了以后，凡夫第一步欲念就来了，就入了欲界，把先天一气糟蹋了。再其次的，你在将醒未醒之间，或者生重病，
病快要好时是先天一气来。这个东西来了，就是生命的功能，你的病一定好。可是你不知道，自己体会不出来，认识它很难，因此修道的人万修万人都不成功。先天一气随时会来，换句话说，也就是活子时。冬至一阳生就是这个东西，也可以叫阳生。现在进一步讲，阳生有个现象，这个时候你自然有一种春意。生命的春意就是先天一气。什么叫春意？就是春天万物都在发生，有一种生发的力量。当这个先天一气来了，学佛也好，修道也好，都要把握住这个境界。如何把握呢？下面你注意啊，久之生机复转，一点真气，细微隐约，宛然上升。这个定不知要定多长时间，定久了以后，这就真叫气脉通了。这是再进一层的一阳来复，再进一层的活子时来了，这是真正的活子时。以道家的术语来讲，这一阳来复，一个新的生命重新开始。所谓生机复转，本来入定是槁木死灰，现在一点真气，它形容细微隐约。这4个字并不是有现象，也并不是看得见摸得住的，也不是感觉得到的，是若有若无之间。这就没有办法了，要靠你的智慧，到那个时候自然会知道。